好久不见，欢迎站长，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双立人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欢迎站长来到我们的这个发光厨房做客，来，请坐。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双立人的发光厨房，所以想先问一下，你猜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厨房要取名叫做发光厨房双立人今年的主题是烹饪，让生活发光。我理解的是生活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一些片段，常常发生在厨房里，和烹饪有关。每一个人的家里也都应该有一个闪亮的厨房，发光的厨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站长来到我们的发光厨房做客呢，不仅仅是要跟你一起来分享美食跟这个烹饪的乐趣同时我们也要和双立人一起来体验这个平凡生活当中的发光时刻。那不知道站长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厨房，然后爱上烹饪，他们也开始享受在这个厨房的时光。对。下厨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其实之前也说到是厨房霸主，也没有到霸主。但自己是喜欢下厨房的。对，我可以。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下厨不仅可以成为这个人间烟火当中的治愈时刻，其实也可以是浪漫的时刻，然后也可以是这个温情的时刻，或者是友情的时刻。因为烹饪真的是最贴近我们生活当中的创造，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通过这个下厨可以获得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发光时刻。没错。然后也可以跟朋友一起下厨或者跟家人一起下厨，最后大家一起围坐在餐桌上面来享受这桌美味料理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美妙，非常的温馨。对，其实整个过程就是一种很温暖的幸福感。对，很温暖的幸福感，我们概括得非常好。所以烹饪的魅力不仅在于创造美味，其实更能抚慰心灵，来传递爱意。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其实是爱自己的表现，也是爱家人的表现，同时也是爱朋友的表现。那双立人认为呢，烹饪的意义不仅仅是做一顿饭，更是创造许多让平凡生活闪闪发光的美妙体验。所以我想这也是双立人通过烹饪让生活发光想传递给所有人的一个理念。没错，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烹饪治愈生活的力量。是的。那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下站站，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开始喜欢爱上下厨呢？我觉得下厨首先它很基本的是解决我们一日三餐的问题。当然我觉得更多的现在是一种追求更健康的生活的方式。是。而且做饭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像刚刚我说了，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对。看似很简单的食材呢，其实可以变成美味的饭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且和家人和朋友一起聊聊天，享受美食，彼此的距离可以走得更近。真的下厨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疗愈的过程。然后其实现在这个心理学上面也研究有说到下厨可以让人对这个生活感到快乐，而且会更有目标感。然后下厨也会让人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有很多的感悟，包括像烹饪，我觉得像是一场旅行，有厨房的地方就会有爱，就会有家的感觉。那我觉得烹饪它不再是为了一时之饱，其实会有这个让每一粒米都有回家的意义。那其实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对不对？说到这个中秋节，很多人就想到要跟家人一起团聚，那总少不了有一桌这个丰盛的家乡菜。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家乡味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很特别的。所以想问一下站站，你觉得你最想念的家乡味是什么？就是家乡的那一份麻辣。就是一定要有麻才对了。有没有哪些是你最怀念的家乡菜？就是现在就想立马可以吃到的？什么水煮鱼，然后水煮牛肉，毛血旺。对，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地道的我们重庆的美食。而且我们也知道站站最喜欢吃的是火锅。对不对？最喜欢吃火锅。其实火锅也是可以把很多美好的食物，特别新鲜的食材放在一起，里面，对，可以感受到很多这个口感的满足，然后心灵上的满足，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满足。而且火锅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然后聊天，然后享受美食。这个氛围感也非常的好，很温暖。对，大家可以增进彼此的情谊好，说到现在真的是非常的饿。那今天呢，我们双立人也请到了我们双立人的大厨来到了现场那这位大厨还是我们这个四川的大厨，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呢，他会给我们来做几道家乡菜，好不好？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家乡美食？没问题，好吧？我们来移步到厨房，这边有请。
哇，真的是闻香识厨房，我们闻着味儿就过来了。是的，好香。欧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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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明，你好，赞赞，你好。哎，我们这个闻着香味儿就来了。您是已经开始了吗？对，我开始做了一点准备的工作。我先炒了一点这个原材料，火锅的原材料在里面，然后我会加上剩下的东西，最后我们就可以烹饪出这道火锅了。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火锅的底料是已经放进去了。对对。然后战战，你闻一下，你觉得这个是正宗的重庆的火锅吗？我刚刚已经在吞口水。我跟你说，今天保证能让你吃到非常正宗的这个家乡菜哈。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我们这个辣度，因为我们非常关心，平时吃火锅一定要吃辣锅嘛？但是其实好像我们辣的程度跟你们当地人的对于辣的这个理解程度好像是不一样的。我们理解的微辣跟你们的理解的微辣是不一样的。对的，我们的四川和重庆的朋友，我们觉得的微辣可能是外地朋友的。非常辣，非常辣，很辣。对，战战现在的接受辣的程度有多少级？我现在已经退化了。正常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就是吃微微辣，差不多，对，微微辣了。哦，辣就是微辣。所以我们今天这锅是能微辣接受的，对，微辣的。对。哦，好的，那今天这个过程哈，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欧老师为大家来下厨。好的，好不好？那一会儿欧老师来做火锅的整个过程呢，我们都可以在旁边来观摩一下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煮火锅的这个锅具呢，就是我们双立人的智能 IH 烹饪组合，它既能饭又能菜，它既是电饭煲也是炒菜机，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用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类型的菜，非常的方便，非常的不错。是的，我们看到大厨放进去的是姜片，对不对？对，姜片和大葱，姜片和大葱，对。然后我们会放入花椒，对，重庆人最喜欢吃的，这是灵魂，这是灵魂。然后还要放入一些八角，对，我们会加入很多种的香料进去，对，哇，这种香料，哇，上头了。今天在现场是一个流口水的过程，对，哎，我们的厨房霸主已经忍不住了，开始自己搅拌一下，对，然后站长给大家来搅拌的时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智能 IH 烹饪组合呢，也是搭配了非常多的这个手机自动的菜谱，连接到小程序呢，就可以自动的来烹饪哈。同时每年呢也都会有这个新增的菜谱，非常的丰富。那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啊，非常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菜了。对，我们在现场就可以连上这个手机，就有很多的菜谱可以同步给你。那同时我们在现场也会有一些火锅的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真空锁鲜盒当中有一些这个配菜是专门为战战来挑选的一些比较素的菜。我们来，听到这个排真空的声音了哈，一定要把这个真空阀打开之后呢，我们盖子才能打开。对，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头有藕片，有香菇，然后有土豆吧，还有宽粉儿。对，你想吃什么？其实我是肉食动物。哎，怎么办？哦，有肉，我们这里有牛肉，真的想放肉吗？都行，我们放一点肉食，放一点素食。哎，来点牛肉吧。战战喜欢吃牛肉，我来。你要多少？都行。那我放一点。哇，好香啊！这个，哇，它已经开始沸腾了，是，挺香。然后素食也来点。好，我们荤素搭配。你要哪个？或者都来点？都来点吧，都来点。今天我们的晚餐，我们的发光厨房菜食是非常的丰富哈。来，对，这个可以多煮一点。对，土豆，把它煮化了才好吃。然后香菇啊，这些越煮越有味道。对，藕片也可以来一点儿，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中秋了哈，这个藕是非常好的，对，时令的食材。2根宽粉吧，可以。好，哇，这锅好浓郁啊！期待了哈，一整个期待住。所以想问一下战战，除了这个火锅最喜欢吃的火锅之外，还有哪些家乡美食是现场想要吃到底？今天我们大厨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让他来给大家。那这有牛肉的话，就炒牛肉吧。炒牛肉啊，喜欢吃辣一点的呢，还是稍微淡一点的呢？
都行，都行，微辣吧，微辣啊，对了。好，那刚才赞赞喜欢吃牛肉，那我们今天就做一道泡椒牛肉啊，可以，了解，泡椒牛肉，来，那我们就用这个牛肉，为食材，然后就用这个牛肉，还有加上我们的这个泡椒，哎，野山椒、小米椒，然后三椒合一。站长，你猜一下，哪个是泡椒？刚才我全都猜错了。这个嘛，这个是泡椒，对的。这个呢？这小米椒，这个是小米椒，这个呢？不是刚刚不是大厨都说了吗？野山椒，对的，全都答对了吗？对的，哎，果然是我们的厨房霸主，难不住你哈。好了，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食材，有我们的牛肉哈，还有我们各种这个3种椒。对，一会儿可以来给大家炒一道这个牛肉。那我们刚才呢看到在我们大厨的手上有我们的这个保鲜盒，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真空保鲜提前做好的，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来做菜了，非常的方便，也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对，而这个食材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保存在我们这个 FS 保鲜盒当中的，而且保存的那个保鲜时间会更长。对，这个是非常好的，让我们的食物可以在我们的保鲜盒当中，然后让它抗氧化，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哎，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食材一定要新鲜嘛，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厨房来交给我们的欧老师。好的，好不好？好，然后您就给站站来做一个好吃的炒牛肉。好的，好吗？好，站站和佑明稍微等一下先，然后我来准备这些原材料，马上就开始烹饪。然后这个火锅也是要煮着。对，火锅的话，我们就给它放在旁边，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还有其他的菜可以加进来。站站和你可以涮着吃。对，行，好不好？我们先给它调大一点。好，调大一点。OK， 调到最大。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厨房交给您了。好的，好不好？好的，辛苦我们的欧老师。好，来，站站我们这边坐一会儿。来，我们就坐下了。对，这边坐。我们把厨房交给我们的欧老师哈。OK。一会儿就有好吃的火锅，还有我们的牛肉可以吃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 FS 这个锁鲜盒的时候，也讲到了保鲜其实很重要。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词呢，叫做不时不食。对，不时就是时间的时，还有一个是食物的食。对，你知道这个不时不食的说法？好像是说吃东西要按照时令。哎，到什么季节，然后就要吃什么样的季节的蔬果。哎，没有错。所以我想考验一下，中秋马上到了，这个不时不食，我们中秋最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呢？秋天的话，应该是丰收的季节，那可以吃的东西很多呀。中秋你都会吃什么？快到中秋，我觉得现在好像对于我来说吃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的不时不食了。现在好像科技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方便，好像就是想食就食，想食就食。所以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就是一定要吃一点什么小面包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锁鲜盒也特别的方便，你就可以把小面包放在里面，然后把它这个锁鲜之后带到比如工作的场合啊，或者剧组啊什么的，随时就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不时不食哈，然后这个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嘛，中秋真的是适合一家人团聚的幸福的一个节日哈，所以不仅可以跟家人团聚，还可以吃到这个很多的应季的美食。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大厨的我们面前有一个这个锅具，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中秋适合吃什么，其实也适合吃柚子，对不对？柚子，南方很适合，比如说广东还有福建地区，就是在中秋的时候都会吃柚子。然后这个柚子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锅具的颜色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是它打破了我们普通的这个锅子的黑色的沉闷的设计，就是加入了一抹亮色，让它更有活力，让我们的厨房就是更好看一些。然后它放在我们的厨房当中也是有一抹亮色，然后是一个很好看的单品。然后这个手柄你可以感受一下，非常的亮眼，对不对？它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它除了这个好看之外呢，其实它也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功能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手上的这个 Now Plus 的不粘锅。那这款锅的整体设计呢，是以这个撞色为灵感的，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西柚还有我们石榴的这个颜色mix 在一起了。然后刚才我们也讲到，它是有这个很好看的色彩的这个搭配，给我们的黑色的锅身融入了一些很好看的色彩。然后这个西柚色的，可以看一下挡火圈的设计，它其实
不光是好看，它还起到了一个非常贴心的提示的作用，就是提示你再往前的手再往前就要被烫到了。其实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而且我们的这个手柄的前端还有一个凸起的设计，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凸起的设计呢，其实是一个物理提示，就是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小心手滑了哈，它也会告诉你说，哎，不小心手滑的时候，你会挡在这个地方，不会让你一下子就碰到我们这个非常滚烫的锅身，所以是会非常的安全。这个也是我们双立人独有的防烫专利的这个设计手柄。没错，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凸起的部分，而且感觉这个是不是也防滑呀？对，没有那种特别不好拿的感觉。对，它的这个手感也是非常的好。防滑又防烫，这个设计呢真的是很为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考虑了哈，非常的贴心。那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呢，我们这个锅子的设计里头它是这个不粘锅，它是这个涂层呢是不粘锅，就是不管你怎么翻炒，它都是不会沾上我们的菜呀、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它也满足我们中国消费者的翻炒的习惯，你可以看它是加高了这个锅壁哈，这个是比我们一般的这个锅要稍微高一些的。然后加高了锅壁之后呢，你翻炒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会溢出来，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翻炒的习惯。同时，用它做我们的中餐或者是西餐呢，都非常的好用。就你喜欢煎牛排，对不对？对对对。那个炒一些虾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我们这个料理，非常的方便。不同的菜系你都可以用它来完成。对对对。那对于经常烹饪的人来说呢，我们有的这个锅的手柄就是用了几个月之后，可能比较容易松动，因为有时候家里人炒菜喜欢颠一下什么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手柄容易松动。但是我们双立人的这个锅的手柄呢是非常的安全。我们双立人的 Now Plus 的不粘锅呢有一个抗松动的专利的设计哈。双立人的实验室是根据严格的这个环境的测试的模拟实验使用场景，可以经受35000次的这个晃动手柄依旧不松动。35000次，35000次，就是算一算，这也得用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它都不会松动。哎，这个锅其实也非常的轻盈，刚才拿的时候应该能感受到它的重量其实非常的轻盈。那其实也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个轻盈的不粘锅，它还需要做这个抗松动的手柄呢？其实它就是要为了来使我们轻巧的锅身更加容易的来颠炒，所以它这个抗松动的要求会比一般的锅身要高。所以一会儿大厨来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大厨给大家来颠一下、展示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Now Plus 它厉害之处。那同时它不光好看好用，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它防烫，还很轻盈哈。你看它的这个外壁，它外壁的这个涂层呢，它是一个耐磨的涂层。它这个耐磨的涂层呢，就是可以防止我们这个锅的外壁被煤气灶的这个灶角给刮花，哎，这也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就是更加耐用。是的，然后你可以使用的时间更长。那外壁看上去呢，也不会那么多的刮痕，就是比较影响美观了。对。然后，如果你家里有洗碗机的话，也可以直接丢进洗碗机。这个可以直接进洗碗机。对，这款是可以直接放进洗碗机来洗的，很方便。这个真的挺好的，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了。而且我还注意到啊，这个锅的这个锅口这里有一圈的这个金属的这个壁是有什么用的？哎，真的，这我们眼睛非常好，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金属的边缘，其实你看它不光是好看的一个设计，它大有来处哈。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人炒菜的过程当中，习惯会拿这个颠勺或者敲一下，比如说它上面有一些豆瓣酱啊，或者是有一些酱，就习惯会在这个锅壁敲一敲。其实如果你经常这样敲的话呢，它的这个涂层很容易被敲掉，就是内壁的涂层容易被敲掉，而且如果有锅盖经常这样放啊，或者是你这样放的时候，容易有磨损，对，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涂层。那有了这个金属的这个边缘呢，其实也是可以很好的迎刃而解这些问题。哎，所以它的很多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好，我们老师准备好要下锅了是吗？对，已经准备好了，下锅。哎呦，哇，那个滋滋滋的那个油的声音一出来。不过走近一点看，走吧，看这个烹饪的过程，也是一个让生活发光的过程。我们现场近距离的看一下，一点也不沾。对，你可以看到丝滑啊，非常的丝滑，完全没有任何粘锅的现象。这个油包裹着牛肉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对，现在是一些葱姜蒜是吧？对，姜蒜，然后我们加入这个
泡椒和这个野山椒和小米椒这么多啊！ 3椒合一。哇，好香！哎，我们真的每次不是吃就是喝，今天直接在现场又吃又喝，而且还可以吃到重庆家乡美食。哇啊，哎有这你看个作用。对，它就可以。我们大厨也有这个敲这个锅的习惯，对所以我们的这个金属圈就很好的起到了它的，哎，防止它来磕到我们这个内壁的涂层的。而且这个很好玩，它没有那个飞溅的那些东西，你看，对，因为它的这个锅身加高锅身了，高一点啊，。完全没有。所以它就是会防这个飞溅，替我们中国的这个消费者考虑到了很多的烹饪的过程。哇，好香啊！哦，闻到这个我也开始泡椒的味道。对，我也开始咽口水了。很香，而且我们这个锅一共有4个尺寸，对不对？有4个不同的尺寸。那我们现在，欧老师现在在用的这个尺寸呢是24厘米的一个尺寸，很符合我们现在居家的这个习惯哈。同时，这个煎炒锅还有一个是28厘米的尺寸，它的锅身刚才我们也讲到，要比我们市面上的这个锅身要高出来1截，所以它就会防这个飞溅。它也可以煎，也可以炒，这样子的话呢，它就可以省去2个锅在家的这个存放的空间。那同时它还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尺寸，是18厘米的小奶锅，这个就很适合大家用来做早餐啊、牛奶啊、豆浆的这个热的过程。然后同时也很适合1人食的这个家庭来做饭。同时，对，我们加入一点点的生抽，其他的鸡精、味精我们都不加的。哦，哎，很健康，其实对，完全用这种泡椒的这种香味，靠它的香味来体现。哎，那同时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尺寸是30厘米的炒锅，那也是有一个这个锅底的大直径的设计。这样的设计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锅壁的底部跟煤气灶的这个灶角摩擦可以减少，不伤锅底。那同时炒菜也可以更加的稳固。哇，对，出锅了，出锅，哇，我开始咽口水了。来，我已经看到了筷子，赶紧的出锅，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最后我们哇，装饰一下，对，葱花吗？对，我们撒上一点点的葱花。哇，你看我们双立人的刀具多好用，多么的锋利哈，可以切到这么细。哇，一下子色香味俱全。来，这个味蘸蘸，对，来感受一下，好，感受一下，来搞一下，搞一下，谢谢，搞一下，搞一下，品尝一下。口感如何？用我们很嫩滑，很嫩滑。好了，真的是有退化。但是真的很好吃，我们可以准备一点水，好不好？一会儿，对，我们准备一点水，好吃哈，好吃，而且很香，而且鲜味完全被那个锁住了，水分也没有流失，所以这个真的是在现场吃到我们的家乡味，也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就是烹饪带给我们的美好，它很简单，但是又非常的美好。脸都红了，真的有被辣到，对不对？真的有了，有点辣。谢谢我们的大厨欧老师，专程从这个四川远道而来，然后给我们做这么好吃的家乡菜炒牛肉。谢谢欧老师，好的，谢谢。好，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跟战战移步到我们的餐厅区，然后我们一边品尝美食，然后一边来聊天，好不好？带上我们的炒牛肉 ，OK， 走。来，我们来到了我们餐厅啊，哇，可以好好的来享用一下我们的美味了。今天来我们来品尝一下前面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不错不错。想吃什么我们就下锅，想吃什么都可以啊，直接来吧，直接来吧。这个要不要开大点？OK， 啊，已经最大了哈，来吧，来，毛肚儿，这个火太小了，我就先丢下去了。好，我们可以慢慢煮。哇，这个香气扑鼻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是高光时刻，就是此时此刻，唯有爱跟美食不可辜负，真的。所以可以看出来，战战是真的是肉食动物了，先放的就是肉，对不对？哎，所以平常你自己最爱的美食还有哪些？差不多了，差不多，刚能说的都说了，都在眼前了吗？啊，对，都可以了，差不多。牛肉、毛肚、黄喉、午餐肉，对，差不多。
哇，真的是咽口水的一桌菜哈。其实我们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那同时也是一个美食大国，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这个饮食的习惯习俗。那重庆就不用说了，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除了是辣之外呢，它这个灵魂就是麻，对不对？这个花椒是最重要的，没错。哎，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特点？除了这个，其实就是麻、辣、鲜、香，麻辣鲜香，这几个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这锅哈。重庆火锅一定就是麻辣鲜香，所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去到重庆旅行，然后只能推荐一道菜的话，你会给我们推荐哪一道菜是你回去一定会吃的？那必然是火锅，还是火锅？对，3句话不离火锅。那火锅当中一定会下的菜，就现在的肖战来说，按照你现在的饮食习惯，你一定会选的3道菜是什么？牛肉、毛肚、老肉片，老肉片，哦，老肉片是生肉，哦，是生的生肉，然后要腌制吗？哦，不用，哦，它就是一个生的，对，哦，真的是很会吃，而且其实我觉得吃火锅，你跟家人在一起围坐在一起，然后跟朋友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好，所以像现在我们在等这个火锅锅底开的时候，过程当中，一般你跟家人啊、亲朋好友在一起等它开的时候，你们都会干嘛？就是聊天，对，然后看看手机，聊天。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吃火锅，我觉得是可以把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来交递情感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没错。然后今天也是有很多的美食，这边还有这个，最近开始吃主食了吗？是这个菜饭也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里头很健康，有这个青菜啊，还有五花肉啊，对，蔬菜五花肉，还有大米饭，哇，天，看起来就很好吃，特别适合最近在健身的你啊，对不对？是，哎，那想问一下，这个平时过节，除了跟这个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啊，吃好吃的东西啊，然后送一些大家喜欢的小礼物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事情是可以来传递我们的感情的？我觉得就是下厨。哎，我觉得为亲人还有朋友，亲自下厨的话，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大家都可以点自己想要吃的菜，然后去买食材，然后一起回来清理食材，然后去准备这一桌丰盛的晚餐，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对，而且也会让这个家特别有人气，对不对？有这个人情味儿，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做饭呐，然后一起享受美食。最后洗碗谁洗？大家一起洗吗？还是？我觉得一般就是做菜的，就不洗碗了。哦，大家分工一下。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递情谊的这么一个过程哈。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这个时光，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发光的一个时光。对，而且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其实这个时光是很珍贵的。所以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要做饭呐，然后聚在一起吃饭呐、聊天呐，然后包括来清理我们的这些锅具哈。那也想问一下，其实大家都说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对于我们下厨的人来说，好的厨具其实就是他们的利器。没错。所以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作为一个理想当中的厨具，它应该具备哪些这个利器的功能？功能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太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容易上手，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容易清洁打理。对，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时间都非常的宝贵，没错，对，然后就希望是能好用，然后同时我们清理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这个实用性一定要很强，对，这个很重要，要省时省心。那其实就算我们这个没有像刚才欧老师这样精湛的手艺，像我就是那种比较手残的，但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能拥有一套这个趁手的厨具，其实烹饪的整个过程也是让人很享受的。然后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了，在我们这个 IH 的这个智能锅哈，它也可以连接手机，也有很多的这个菜谱，我们可以跟着这个菜谱来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非常的人性化。没错。我要不要把它开小一点？开小一点。熟了耶。是。对。怎么样？要动快吗？我们要不要来尝一尝？来吧，应该已经可以了吧？这个肯定好，五花肉也肯定好。谢谢。我给你找一下肉片。没事儿，来，我来，可以了。
怎么样？哦，一秒入魂，真的非常的好吃。怎么样？这个牛肉，不错哎，它肯定提前腌制过，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牛油锅底，加上了很多的香料，还有这个重庆的美食的精髓，就是我们的花椒。没错，哇，真的太好吃了！哇，今天我们在这个双立人的发光厨房，真的是又吃又喝，然后感受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发光的时刻。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是一个过程，交递情感是一个过程。其实很多人平时真的是没有空见面，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一顿饭的时间，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可以来增进很多的感情，聊聊彼此的。对，因为饭是每天都要吃的嘛，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呢，它必然会发生，所以你不如家人、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把这个时光美好的去度过，所以想问一下战战，你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时刻，你觉得是属于你的发光的时刻？我的发光的时刻，工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对，哎，每次工作的时候看到战战，都会觉得哇，这个人发着光就进来了，因为每次看到战战都会觉得说整个状态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温暖。可能要谢谢这个灯光老师啊。没有，真的每次见到战战都是有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今天真的是非常适合在我们的这个发光厨房当中，对不对？这个厨房也是有很多这个发光的感觉，然后跟大家也分享了很多生活当中或者是下厨当中的一些发光的时刻。没错，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发光时刻需要大家去分享。对，我觉得只要是自己专注的跟喜爱的时光，都是发光时刻。真的总结得非常的好。其实我们把对于生活的喜爱融入到了我们餐厅当中。柴米油盐，然后每一个普通的日常都可以是发光的时刻，因为我们的烹饪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一日三餐，还有我们这个味蕾的享受，更能是要传递爱啊，然后温暖啊，让我们的平凡的生活都可以熠熠生光。这样的时刻，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自带光芒的，没错，对不对？那今天。这里我们双立人发光厨房的抖音电商超级品牌大赏就要告一段落了。那非常开心，今天战战可以来到我们的发光厨房，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工作，还有生活以及这个下厨的一些分享。好，也要再次的感谢双立人为我们带来烹饪发光体验。那刚才也说到了，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有什么样的中秋祝福要来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好，中秋祝福，那就祝大家阖家幸福，团团圆圆，中秋快乐。一定要跟家人们聚在一起，吃一顿美美的团圆饭。真的，如果你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的话，一定要用我们双立人的这个工具，然后来给心爱的人做一顿饭，好不好？谢谢肖战。烹饪让生活发光，烹饪让你我都发光。我们期待与大家再次相见，我们继续来品尝美食吧，好不好？ OK， 来，拜拜。